同学你好，我们今天呢继续学习摄影艺术创作的有关的知识。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讲拍摄角度的拍摄高度这一块儿。那么根据拍摄高度的变化我们可以把拍摄角度分成这样几种。第一种呢叫做平角度拍摄，第二种呢叫做仰角度拍摄，第三种叫做俯角度拍摄，第四种呢叫做顶角度拍摄。那么当然呢，顶角度拍摄呢属于俯拍的一种但是因为呢顶角度呢它比较的极端比较的极致，所以呢我们把它单列出来在后续的课程当中给大家专门去讲解。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集中的来讲一讲拍摄高度里边的第一种，讲一讲平角度拍摄。所谓的平角度拍摄呢，一般是指摄影机或照相机和被摄对象处在同一水平高度上，这种角度叫做平角度。那么平角度拍摄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比较多的，它会给人带来一种客观、自然、真实的这样一种感受。那么说到平角度呢，我们先给大家来看这张画面。这张画面呢是一个摄影者在冈比亚旅游的时候拍摄的冈比亚当地的渔民在自己的熏制房当中熏制这个干鱼的这样一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画面采用平角度拍摄，跟我们日常当中和一个人面对面接近的一种视觉效果。这个画面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背景当中出现的这个光束。熏制房当中有一定的烟雾，有比较强烈的直射阳光照射进来，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光束的现象。在这熏制干鱼的这黑人小伙呢，站在这个光束当中使得这样一个普通的劳动的场景具有了一定的超越日常生活的，甚至带有一点点神圣感的这样的视觉的效果。那么平角度拍摄在日常生活当中是用的最多的、最普遍的这样一种角度这和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平视最多也是比较匹配的我们人没有特殊的理由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平视的比较多仰视或者是俯视的话，往往都是因为有一些具体的动因具体的这样的视觉吸引点，我们才会做这样的动作。那么在人像拍摄过程当中平角度用的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拍人像平角度拍摄呢，往往是指摄影机和被摄人物的视线相平大家注意这一点拍人物我们说平角度一般是指视线相平不是对脑门也不是对胸口视线相平这样就仿佛我们在和一个人在面对面在正常的在这个面对面在交流。我们来看一张著名的人像的作品。那么这张作品大家看了以后呢，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视觉的冲击力这个画面里边拍的是一个阿富汗的一个妇女，她在12岁的时候呢就被嫁给了她的丈夫那么嫁给她丈夫以后呢，但是她有的时候呢，她会不听她丈夫的话对她丈夫的有些指示可能会有这种反抗的行为那么后来呢，还逃跑逃跑以后呢，被他们丈夫的家人给抓回来以后呢，丈夫的家人以及丈夫呢割去了她的鼻子和耳朵然后呢把她抛到野外那么但是呢，在一些人权组织的援助之下这个女子并没有死掉。那么后来在这些人权组织的帮助之下，到了美国，在这种媒介的报道之下，才会被全世界所关注。那么这张画面的拍摄也是采用了一个正常的平角度来拍，那么看上去很正常的一个角度，看上去很平和的这样的一种表情和神态，但是和他已经残缺的这样的身体残缺的这样的面容结合起来，还是给人带来非常强烈的这种心灵的震撼。在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当中是比较强调用平角度来拍摄的特别是在拍人的时候因为在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当中，拍人采用平角度拍摄，它可以很好的带来一种客观的平等的公正的这样一种感觉在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当中，即使我们去拍摄位高权重的国家领导人或者一些大明星
常规情况下，我们依然会采用平角度拍摄而不会采用这种什么大仰拍这样的一种做法。我们来看这张画面这张画面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来以后的一张新闻照片特朗普当选以后呢，要发表对支持者发表他这个获胜的这样的演讲。在他正式演讲之前登台以后，他在和他的副总统的这样的竞选的这样的搭档叫 Pence 两个人握手庆祝胜利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尽管他们是已经成为美国的后任的总统和副总统但是我们看在新闻摄影当中拍他们的时候呢，依然会强调用平角度来拍，而不会采用所谓的大俯大仰的这样的拍法。那么平角度拍摄呢，需要注意两大问题。那么第一个，平角度拍摄这种画面其实最容易带来被摄主体和背后背景景物的前后的重叠。有的时候呢，如果背景处理的不好，画面会容易显得画面比较繁杂，背景不够简化，主体不够突出。所以大家在用平角度拍摄的时候，要格外的这个注意一下背景的处理我们或者选择一个本身就比较干净的背景或者我们用长焦距大光圈等等方法把背景虚化，使它简化总而言之，要避免背景和主体呢过度的重叠和庞杂。那么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平角的拍摄经常会出现画面当中会出现地平线、水平线，特别是拍大景别这样的场景的时候平拍地平线、水平线容易出现在画面的中央。那么地平线、水平线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它们两个这种景物无限制的横穿画面因为那样的话，它会使画面有上下分割的、被分割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常规情况下，我们会要求地平线和水平线上最好有一些起伏的景物点缀它、打破它，避免它无限制的横穿画面。这张画面呢，是我们传媒大学老的毕业生的这样的作业。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当中，天空的云的层次很丰富水也很清澈，水中的倒影也很丰富，也很完整。这个地平线因为它显得又平又直地平线上没有太多可看的景物，所以这样的画面呢，还是让人有一种上下被分割的这样的感觉。那么相对而言，我们看这张画面，也是我们老的毕业生的作业。那么这张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天空的层次、水面的层次还没有刚才那张画面好，但是这张画面它地面上的地平线上的它的景物它是古建筑，而且有一定的起伏，有一定的变化。古建筑本身它的造型也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整体来讲，这两个画面比起来，我们会觉得第二个画面比第一个画面总体来讲还是要好一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地平线上它是有可看的景物，而且这个景物本身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所以大家在平角的拍摄的时候要注意地平线和水平线的处理。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讲的是平角度拍摄。平角度拍摄最容易给大家带来客观、真实、自然的这种心理的感受。平角度拍摄是大家在日常拍摄当中用的最多的、最普遍的一种角度。在新闻摄影、纪实摄影当中，有些时候会特别强调使用平角度拍摄。那么平角度拍摄呢，还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需要大家注意两大问题一个就是背景的简化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地平线和水平线的处理的问题。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